我们终于进入到了比较深入的这种话题啊，好久没这么聊了啊。对，因为世界的本质，因为它可能就更像是一种非物质性、非实质或者说粒子性的一种存在因为现在前沿的量子力学也研究出来了嘛，得出通过实验的方式也做出来了。当没有观察者的时候，它这个量子它是处于一种，对吧？可能性的一种状态当中。然后只要有观察者出现，他马上会给你一个结果，一个固定的答案。但是只要没有观察者就他打的比方就是薛定谔的猫嘛，只要没有观察这个猫的时候，它是处于两种状态都有的。就这个猫既可能是生的，也可能是死的，它是两种的叠加态。你必须通过观察，它才会给你显现一种是生还是死的这种结果。所以在那个告别娑婆，他就打过一个比方，其实这个跟佛学是完完全全一样的，没有任何区别。他打了个比方，然后我现在可以就是去提问你嘛。他问的是一个禅师问他的弟子说，森林里有这个一棵树倒下就是好像是那个上师问的那个格瑞雷纳问的作者，他说我问你个问题，我绝对不跟你抬杠，你回答我。森林里面一棵树倒下，会不会产生声音？当然这个森林里面没有人就是一个没有人烟，没有这种观察者的一个森林，有一棵树倒下，会不会产生声音呢？你思考一下，然后你可以回答吗？在一个没有人的森林里面，那个树叶它从那些风里面滑下去，它肯定会有沙沙的声音吧？就树倒的时候，然后就是你的答案是什么？我答案是有。这是一个佛学问题，所以佛学也是一种哲学嘛，对吧？它就探讨的比较深入嘛。你觉得是有声音产生的，对吧？不管有没有人是吧？对。然后上师回答的是，就是他我说我不是跟你抬杠但是我一定要跟你说，如果在没有人的森林里面一棵树倒下的话，它是不会产生声音。然后他就解释了一下，因为他说声音这种东西是你听到了，你才会觉察到、认知到它是一种声音。他说如果森林里面一棵树倒下，没有人听到的话，充其量顶多它只能产生一种波，它是没有声音的。这好理解吗？就是在没有人的森林里面，一棵树倒下了，它充其量顶多能产生一种波动，或者说一种震动，它是不可能产生出声音的。就是他的意思，其实讲的就是说什么意思呢？他指的就是当你有观察者的时候，你才会去识别这种信息，然后把它转化成了你可以理解的东西，然后你起了一个名叫做声音。但是声音是因为我们有觉者、有觉察者、观察者，我们才定义它为声音。如果它只是单纯的一种震动的话，你没有办法说它是声音，因为它在被听到之前，它只是一种震动。就像是电磁波，就是比如说我们的广播，对吧？电磁波调频，它就是一个电磁波动而已，一个震动。你只有把它接收到了，然后转化成某种形式，你才能说你听到了声音。就再极端一点点吧，就是说光这个东西，它实际上也是不存在的。因为如果没有观察者的话，它只是一种震动，它只是一种电磁波。是因为有观察者把它转化成了光这个信息之后，我们才把它定义为光。所以按照这个理论来推的话，如果说这个宇宙没有观察者的话，这个宇宙根本就是不存在的。
它充其量只是一种震动，不知道你能不能理解？本来就是一种震动啊，因为物质就是由那个振动的能量组成的呀，然后它不同的振动频率就幻化出了不一样的那些物质啊。就比如说一个天生的盲人，他没有视觉神经，他没有视网膜，他怎么去感受光呢？他充其量顶多能感受一种热量。光对于他来讲就是一种不存在的东西，因为他没有转换器，他的转换器坏了。所以如果没有观察者的话，是没有声音也没有光的，那么也就意味着一切，因为我们的世界就是由图像、声音，对吧？触觉这些东西，眼耳鼻舌身意嘛构成的。当你所有的信息都没有了的时候，你的那个意根，你的那个思考的根，可能也会很难存在，因为你没有内容去思考了。这就是一个标准的佛学啊，大家可能会去混淆，就是觉得说啊，那我们都知道振动产生声音嘛，所以声音就是振动，但是它其实不是一个东西，声音是声音，振动是振动。我们定义了振动为声音，如果没有我们这个人的话，根本就不存在这个东西。所以按照佛学理论，就是他讲的一些这些因缘和合呀，就是一个音箱啊，一个桌子啊，其实全是人类的一种定义，根本就没有桌子这个东西，是人定义了。就是说按照语言哲学系统去研究语言嘛，什么是桌子啊？符合什么样的一种形态的一种组合方式，它就叫桌子。但实际上根本不存在桌子，就像是某一种天然的石头，我们就说啊，这个长得像是菩萨的形状，或者像是大象，对吧？经常有这种，但实际上存在吗？不存在呀，我们只是去给它定义了而已。其实你学计算机的这个很好理解，因为计算机就是一个定义的世界。你说计算机里面究竟是存在的本质是什么？就是它这个信息，它的载体，它的本质，它本身的样子是什么？就是矩阵呀，就是算法呀，然后就是它那个数据流动的那个流程啊，就是它的肯定是它的硬件核心，对吧？它首先得有一个硬体去支撑它的软体，对不对？那你看它的硬件核心是什么呀？无论是储存呢，还是 CPU 啊，本质上不就是电流嘛，或者是磁场嘛，对不对？它是按照我们的要求和我们的喜好，然后组合成了、显化出来了声音的波形、图像的像素，对吧？包括你一些逻辑啊、一些算法，都是我们人为去定义出来的。实际这些东西根本就是不存在的。你究其根本，它就是一些电子的流动、一些磁场，本身是没有意义的。所以计算机里的这个世界，或者说网络世界，所有的东西本质上是不存在的。如果没有人在观看的话，它是通过一系列的解码，变成了我们能读懂的方式。那比如说有什么解码？就比如说我别的不太懂，我对声音还是比较了解的。就是
你看声音是怎么样被记录在这个电脑当中，变成一种信息的。就首先是它要通过模拟设备，把现实生活中的空气的振动转换成一种电信号，这个没问题吧？比如说就是收音设备、话筒，是不是这样的？它通过这种电信号，然后记录下来，它模拟了现实生活中的一些振动，比如说钢琴的声音、小提琴的声音，然后通过数字1010的这种载体，记录在硬盘里面。然后呢，这个是一个记录的过程，然后还有一个过程是回放，对吧？你要听到声音，你必须回放。回放的过程就是一个解码的过程，把这个1010的这个储存的载体解读成、转换成，这个就是类似于现实生活中它震动的时的那个状态，那个频率啊，它的振幅啊，这些信息全都体现出来。然后这些信息呢，又传到了音箱或者是耳机一个外放设备，然后音箱和耳机它也是通过电信号，这种模拟信号，然后去刺激它的这个发声单元，然后产生类似的震动，然后还原出来一个类似的声音。但是我们都知道，不管你录的再高水平，它和你本身那个钢琴弹出的声音，它不是同一个声音，是这样的吧？所以它是一个模拟的过程。是缸中之脑吗？缸中之脑，它甚至都不是。你是想说宇宙本质吗？是缸中之脑吗？你是想说整个世界是缸中之脑吗？什么意思？对，你说我们的本体在哪里？是不是像黑客帝国一样，我们都是缸中之脑，睡在哪个反应器里面呢？生物反应器里面。黑客帝国讲的其实它的道理是完全正确的，它也是一个就是佛学电影吧，相当于，然后其实它讲的是没错的，只不过就是用一种比较科幻的形式。我们不是缸中之脑，我们本身不是脑，人类的本质就是灵性，就是心灵，就是那个觉察者、观者。对，佛学叫唯识嘛，就是我们的本质是一个心灵，这个心灵它是有识别、感知、感受能力的，它是一个全能的感知体，然后它现在以我们的这个眼耳鼻舌身意这几个器官来协同运作，获取信息。如果你是在狗的身上的话，你的嗅觉就会灵敏更多。所以说，心灵它是一个绝对性的感知能力存在，只不过取决于你的感知器官或者说道具、工具而已。那如果你是苍蝇的话，或者是一些特殊的厉害的那些动物，你可能能看到紫外线，对吧？所以说，我们现在看到的世界并不是真实的世界，本身就是很有限制的。但是这个话说的不究竟，因为究竟的话，这个世界根本就不存在。不是说你看到了全部光谱之后，这个世界就是真实的世界。你看到了全部的光谱，也不是真实的世界，因为这个世界的本质就没有物质，也没有能量，只有心灵，只有这个实是存在的，其他的都是虚幻的，不存在的。其他的东西是这个心灵它创造出来的，它梦出来的，或者这么理解也是对的。就为什么他们总用梦喻呢？因为梦这个特别好，因为你昨天晚上做的那个梦吧，你既没有真的看到任何东西，或者说经历那些人事物，但是你在当时那个当下，你就是感觉到你看到了、听到了、闻到了、触到了，那你这个怎么解释？实际它并不是大脑有这种能力可以去造一个梦，大脑没有这么高级的能力，那些神经元造不出来一个电影，是你的心灵在把那些图像、那些剧情重新组合了。
用相同的方式又创造了一个梦境。所以说我们现实的世界也是一个梦。但是这个梦里面有很多的一些玩家。最有意思的地方来了，其实这些玩家本质上都是一个玩家，但是这个需要很多很多年的熏染吧，才能去理解合一的概念。因为我们接受不了他人即是自我，自我即是他人，世界上没有别人，只有自己这种观念。因为这个太冲击我们作为个体存在，作为一个独立存在的这种认知模式了。就是上师他强调，其实心灵只有一个，就是真相的话，我们可以不用理解，就是因为他可能真的理解不了，你只需要去接受这个结论就可以了。我们目前没有达到能理解真相的层次，只能朝那个方向一步一步去走。当你真正体验到了真相，你就彻底明白了。就是说，所有的人其实是用着一个相同的心灵，同一个心灵，没有两个，只有一个。所以太上天书说，你是一，我是一，对吧？就只有一存在。它这个一其实就是指耶稣说的那个灵性，只有一个心灵。它是幻化成了无数个个体，就相当于你在大脑里面可以想出个 A、B、C、D， 然后让他们打仗。但是你说 A、B、C、D 是谁呀？其实都是你自己想象出来的。佛学是说心灵，就是说心是像宇宙那么大，然后每一个人的心灵是重叠在一起的。重叠是在三维时空中重叠，还是还有很多的？就是如果非得按照三维世界来理解的话，其实它这个也只是一个方便说，就是为了让男女老少、老太太、老头都能听懂，不管你什么知识文化水平都能听懂，所以他打了个比喻。就是心，我们的本质就是心，心有多大呢？它像宇宙那么大。实际宇宙根本就没有边界，所以说，本质上来讲，心根本就没有边界，它是一个非空间性存在。它的本质更接近于理念，或者说思维，是一个纯抽象的存在。因为我们认知世界是以物质的方式认知的，所以我们认为只要是存在，它一定是有边界的，有个数的，有尺寸的。我这个没说错吧？就我们的这种唯物观会认为一切存在都是可以测量的。你是说那个就是出错是出错在哪一些上头？啊，你说为什么会有这个宇宙啊？会有人类，会有我们现在的阶段呗。这就是奇迹课程的核心内容啊！它就是讲，其实心灵就是相信了分裂，心灵的一部分啊，不是全部。心灵的一部分相信了分裂，和谁分裂啊？就是和上主分裂了，和我们的这个创造者分裂了。然后呢，它这种分裂呢，就产生了一种罪疚感，这种罪疚感就催生了出来一种。一个小我吧，就是相当于，一步一步的吧，我们的心灵出错了，可以这么理解。然后创造出了小我，然后小我这部分的心灵就是相当于彻底疯狂了，已经，就是他不理智了，已经不清醒了，然后才会开始恐惧啊、攻击啊、痛苦啊。各种遭罪吧，然后就进一步创造出来
所谓的六道轮回，然后自己不停的在这种轮回当中去体验。而且我们，而且我们特别怕，就是说恐惧去面对这个，这个罪疚感。所以你会看到，一旦人受到别人的指责，会非常的痛苦，因为已经勾起了他潜意识里面的内疚、罪疚感。有哪些东西带来罪疚感？是说对于过去的懊悔与对将来的焦虑吗？就比如说他人对你的指责呀，就我们小的时候之类的那种，别人一说你就委屈的就哭的就不行了，就极其的就是那种来自于心灵的那种伤害，那种痛苦，对吧？别人冤枉你了呀，或者别人指责你啊，你怎么能这样啊之类的，实际上它会勾起人的那种罪疚感。所以我们现实生活中的那些冲突大部分都是因此而引起的，互相指责、互相谩骂，然后升级到殴打、攻击，这个都是小我的表现，核心都是潜意识里的罪疚感。所以耶稣已经抓到了这个心灵核心的问题，他就提出了一个课程，一种方法，你只要把这部分的小我这种罪疚感全部化解掉，你就能最后重新清醒，然后觉醒，然后最后达到就是说与神合一的这种我们原本的境界。至于这个说的是不是真的，其实你只有去实践这一课程，最终你才会得到答案。它不是因为我说它是真的，或者某一个去修行它的人最终做到了、体验到了，回来告诉你，你就能够完全去相信或者说体验到的。它是每一个人自己的课程，别人是代替不了我们去做这个功课的。所以告别娑婆第一句话讲的就是地球，有人说地球不是学校，什么是来体验的之类的，是来玩的。然后他第一句话就是说，地球完完全全就是一个学校，我们来就是来学习的，就是来提升的。这一点跟太上天书的观念是一样的。就是灵性里面也分支很多理论，有的是说是体验派的，说啊宇宙其实就是用来体验的，不是提升啊之类的。然后还有一个很大的一派就是扬升派，就是说其实生命的意义就是在于扬升提升，然后最终回到本源。我是相信扬升这一派的。像那个与神对话那个书不有好几本嘛，他的那个更崇尚的是体验派，还有一些什么灵魂计划那些书籍。他说的意思就是说，那种书籍体验派的书籍说的就是我们是自愿来到这个世间去体验所有一切的痛苦、分裂这些苦难的因为我们就是在天堂当中只有概念没有经验，所以我们一定要来体验一把。但是告别娑婆的上师他讲的是说，那你这个比方，就我刚才那个比方，自愿下来受苦来体验这些东西的，他说这个是极其疯狂的一种说法。他说这个就类似于什么呢？如果你要去就是所谓的享受一个性爱或者是之类的那种很美好的事情之前，得先给自己来一枪。他打了这样一个比方，他的意思就是一个绝对的美好事物是不需要一个相反的事物去论证和去帮助它存在的。也就是说，体验那一派他讲的是所有的美、所有的好，如果没有丑与恶去对比的话，就体验不到，就不存在了。我一开始觉得说的非常有道理，就是它是建立在二元对立的这种模式存在模式下，
但是奇迹课程这种体系，它强调的是一元论，就是没有二元，只有一个存在，然后这一个存在它本身是圆满的，它不需要去体验自己、认识自己，或者说去创造一个与自己相反的东西去证明自己的存在，那些都是一种疯狂的观念。所以很多人学习灵性会觉得很懵，它本身就有不同的体系和就道路吧，大家需要自己去判断。就世界的真相就是这么简单，几句话就能说明白，难就难在怎么去实践它。我就现在看奇迹课程的时候，我就感觉他每一句话说的都是那么的深刻，然后都能代表全部的真相。就比如我现在随便看到一句，他说你的心灵接受什么，它就成了你的现实，是你的接受使它变为真实的。这句话本身就很好。然后下一句是，如果你让小我在心中称王，任它成为你的真相，它就能成为你的真相。因为心灵有创造实相或是打造幻象的能力。这句话就是跟我之前说的那个就相符了，因为心灵是有创造能力的，他相信一种理念、一种现实，他就可以去相应的创造出来与之符合的这种实相或者说幻象。能不能就是来判断，有哪一些是实相，有哪一些是幻象？首先我们先不能说达到实相，只能去先接近它，因为我们在那个超越语言的那个旅程里面已经说到了，我们现在的感受模式本身就是属于幻觉体系里的，所以说我们没有办法直接去体验真相，但是我们可以体验一种与真相比较接近的模式或者说思想体系，就是之前讲过的正见，正确的知见。佛教也是讲正见的，就是你先用正确的思想去替代你原有错误的思想，你才能够去接近那个终极的真相。就是目前我们在幻象阶段，在这个地球阶段，只能去做到修改我们的知见，我们心中的想法，这个是核心。如果能改的差不多的话，然后最后那一步，按照奇迹课程这个就是告别娑婆上师说的这个理论，当你最后已经把自己的思想全部修改正确了，你的潜意识里的罪疚也化解的几乎没有了的时候，这个时候上主会踏出最后一步，就上主会亲自迈出最后一步，就不需要你去迈，你去做什么。当你准备好了的时候，他自然就会把你，就是与他重新融合吧，相当于这种感觉吧，就回到了天国实相吧，与神就融合合一了，就是这样的。因为我们现在已经体验不到神了，体验不到上帝了，上主了，就是我们现在处于一种分裂的一种自己在幻想、在做梦的阶段，所以才会有这么多的痛苦，这么多的无常。这个其实是非常好理解的，因为你看整个那个告别娑婆，它开篇就是讲，如果说是上主、上帝创造的我们这个宇宙、我们这个世界啊，地球就包含在宇宙当中，对吧？那么上主一定是不仁的、不仁慈的。为什么呢？因为地球上的这种痛苦啊、混乱啊、冲突啊、血腥啊、暴力啊、悲伤啊，对吧？可以说是处处可见。但是上师告诉我们，其实
最大的一个好的消息就是，其实这个不是上主创造的世界，是我们自己妄想出来的，是妄造出来的。这样一个原则就使得我们什么呢？我们可以有一个比较完美的家园可以回归。就如果你真的相信了这一段话是事实的话，那么你的一个正常的反应应该就是，那我要回到我那个就是创造者创造的那个天堂嘛，他起了个名就叫天堂嘛，对吧？就基督教的一些用词，但你可以去转换嘛，你可以叫天堂，也可以叫涅槃，都可以，对吧？我以前讲过这个比方，你也可以叫 paradise， 你也可以叫派若达斯，都可以。就大家你随便去起名，不要去纠结于这些名相，他说的是一种境界，就是与神合一的境界，也可以叫与神合一4个字。就天堂就是与神合一，就是涅槃。他的那个状态就是克拉克讲的那种最后第3阶段的状态，就是与神合一了，自我消失了，然后那种美妙，那种喜悦，那种，对吧，那种美好，是这个世间没有办法去比较的，或者说去形容的，它是超越我们的理解的。就当然大家会一听到这种东西就会本能的会觉得这肯定是上当受骗的，因为那么大个馅饼掉在我们脑袋上，这个事儿以人类的角度来说一定是个骗局，怎么可能有那种美好等待着我们，对不对？对，但是反过来想，那你想想佛陀也好，或者历史上这些觉者，他们为什么要去教导我们，或者留下一些他们认为很重要的信息？因为就是有这种比较完美的这种存在方式，等待着我们去回归我们去达到所谓的彼岸，就是这种感觉。因为我们现在在痛苦的这一岸上这个泥潭当中，但是如果说自我不觉醒的话，自己不觉得这个苦，不觉得累天天就是说活在这个世界当中还觉得挺完美的之类的，这种沉溺于这种状态当中，那这个谁也没有办法的。就像我之前打过比方，如果一个人沉溺于赌博，在赌场当中，他有的时候赢，他有的时候输，但是他会忽略掉他输的时候，他只想记住他赢的时候那种快乐和美好。其实这就类似于我们现实中很多不愿意选择觉醒的人，对吧？好了伤疤忘了疼，就是这种感觉。所以你去拍拍他，你说你离开这个地方吧，这种玩概率的世界本身就是无常的，你不可能永远赢，你早晚都会输的，对吧？你也体验过输的那种痛苦，那佛讲的就是生老病死嘛，对吧？所以说他自己如果不想离开的话，别人怎么叫他都不会离开。当有一天他自己觉察到这个概率的世界其实挺没意思的，就算我再厉害，我终有一天我还是会摔倒的，我还是会掉坑里的，我还是会生老病死的。所以我已经看透这里面的游戏规则了，我不想再玩这个概率的游戏了，那我要找到离开这里的方法。我之前有一个朋友，他就是说，那我就永远保持大的福报永远活得很滋润很快乐他这一生的福报还是比较不错的，他都不用上班就是财富各方面都比较不错，他就从来就没上过班的一个人。然后我说那你这个风险太大了，我说你怎么能保证你的下一世下下世还有很大的福报呢？因为你看上师他经常会说，他说就算你这一世是美国总统，谁一个什么世界首富，谁能保证你下一世不托生在非洲饿死，对吧？或者什么那种犯罪然后死在监狱当中，
惨死。他说小我这个东西就一直会去记住自己最光辉的那几世，但是会选择性忽略自己活得很不好很痛苦的那几世，这样来催眠自己再去玩这个轮回的游戏。其实人的这种执迷不悟体现在很多很多的地方上，比如说你反复的会就是说比如说像抽烟之类的呀，或者赌博呀，或者一些就是明明你掌控不了的一些东西，但是你非得去享受它的那个快感，但是等它那个副作用来的时候，你又对吧很痛苦很疯狂，脑袋直撞墙。其实佛就是希望我们能离开这种痛苦的循环，真正的达到自由。就当你有一天走出这个泥潭，或者说走出这个赌场的时候，不再在玩这个概率的游戏的时候，你就会觉得自己很清醒，然后很自由，内心很笃定很喜悦。你就会明白啊，原来这个世界其实不过是一场游戏，一场梦境。你花了那么长的时间去看清这个事实，去走出这场轮回。其实最终每个心灵都会走出这个轮回的，因为心灵一定有达到忍无可忍的那一天。我之前看过一个这种理论，就是说他说心灵最终其实都会觉醒，因为一定会有一个时间节点会让心灵彻底承受不了所有的一切，然后想要找寻另一种活法，或者说生命的真相，然后就会走向觉悟，走向觉醒。很多人是在这种人生的大起大落呀，或者亲人离去啊之类的之后才觉醒的。又没有时间，还有30秒。哇，天哪，这么快！你在深度思考是不是？哈哈哈。这期就到这儿了。哎，对，那你好，非常感谢啊！剩下的章节呢，我们会在下周更新，请订阅支持一下吧，让我们幸福喜悦吧。因为我们如今正在经历的疯狂，实际上是一种幻象，它逼着越来越多的人觉醒。可是呢，我们也要同情那些没法觉醒的人，因为世间的种种现象啊，造成了我们个体与灵魂的分离。我们会在螺旋上升的水晶上继续我们意识的进化。我们正在获得内心的勇气，将自己交给了灵魂，迈向了完全未知的领域。我是谁？我来到这个世界上究竟要做什么？进化的新阶段已经开始，意识到无限的爱会让我们开启一场前所未有的灵魂旅程。